祛魅时代，为什么程毅的温柔真实越被怀疑，越站得住脚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我最近想了整整一晚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观众明明比谁都渴望看到一个真实、温柔、不装的人，可真等这样的人出现在眼前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怀疑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特别拧巴？我们一边刷手机，一边喊求求了给点真的，一边真看到点温柔的东西，心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，这是不是团队设计好的？其实怎么说呢，今天状态有点安静，我不想用那种很燥的方式聊，咱们慢慢说哈。这期不聊八卦，一句私生活都不碰。我想聊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，一个关于我们这代人怎么看人的东西。而程毅最近的那点讨论热度，正好是一个特别好的样本。行，那咱们一层一层往里包。第一层，先说你看到的那一层。前阵子程毅有一些路透片段流出来，我看到网上不少人的形容词挺一致的，温柔、真实，没有距离感。这些具体是哪个场合、哪段片段，你们比我清楚，我这里只说我观察到的整体反应啊。然后呢，评论区大致分成了两波，一波人是真的被打动了，说这种松弛、这种不端着的感觉现在太稀缺了。另一波人，你懂的，立刻开始你别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说不定是设计好的。我先把话说清楚啊，别误会，我不是要嘲笑第二波人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这种怀疑在2026年是一种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条件反射。这不是谁的错，我们被人设崩塌这4个字教育了太多年，多到我们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，看到美好，先假设它是假的，这样万一是假的，我不至于摔得太惨。你想想看，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对吧？所以第一层的真相是，这种怀疑针对的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针对的是大家过去被辜负过的那些次。谁恰好站在那束光下，谁就得替整个行业的历史挨这一枪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就得说第二层了，媒体和热搜通常不会跟你讲的那一层，我把它叫做可切片性的经济学。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，为什么往往是那种几秒钟的小瞬间火了，而不是一段3分钟的深度采访？这个我得稍微展开讲一下，这是个行业机制问题，跟道德无关啊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在短视频这个战场上，内容有一个隐形的估值标准，业内有时候会用一个词叫可切片性，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个瞬间能不能被单独剪出来，脱离上下文，还依然成立，还依然戳人。一段长采访信息量大，但它重，不好传。而一个几秒钟的表情到位，动作干净，情绪自洽的瞬间，它轻，它快，它能被无限复制到每一个人的时间线上。这就是为什么短视频算法天然偏爱这种高密度瞬间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之前跟做内容的人聊过一个说法，我一直记得，大意是现在不太是内容为王了，更像是切片为王。谁的东西能被剪成15秒还有人转，谁就赢了。这话有点糙，但你细想还真是那么回事。但是等等，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，算法能偏爱一个瞬间，可算法造不出那个瞬间。你细品这句话，一个能被剪出好片段的人，前提是他本人在那一刻真的有那个东西。镜头是死的，算法是死的，他们只负责放大，不负责无中生有。那0点几秒的分寸感，那个恰到好处的松弛，这不是设计能设计出来的，这是一个演员长期的表现力和现场的松弛度，碰巧被镜头带到了而已。所以可切片这3个字，很多时候不是套路的证据，反而是底子的证据。你得先有货，才切得出片。哦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差点跳过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会不会是团队专门设计的名场面？这个我得保留意见啊，我没有第一手资料，不好下定论。但我个人倾向于能被反复设计出来的叫招数，10年如一日都在线的那叫本色，这俩不是一回事。行，
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包到第3层，这一层才是真正的问题。第3层的问题是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一个艺人是包装还是本色？这可是个大问题。而且我发现，大部分人吵这个，吵的是情绪，不是方法。天天在那儿我觉得真，我觉得假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那有没有一套相对冷静的，可以自己上手验证的标准？我琢磨了一下，大概有3条。这3条我说给你，你拿去量谁都行，包括诚意。第1条，最硬的一条，长期一致性。装是有成本的，一个人可以装1天，装1场发布会，装1个采访，但你让他横跨好几年，在几十个不同场合，面对不同的人，在没有剧本的即兴时刻，全都保持同一个样子，这个成本高到几乎不可能。人是会累的，面具是会掉的。所以我的建议特别简单，别只看这一次的路透，你去把他这些年的采访、花絮、路透从早到晚顺着看一遍，看那个状态是一条稳定的直线，还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高点。这个功课我替不了你，你自己做，结论最实在。第2条，业内正言。粉丝夸那是立场，路人夸那是印象，但跟他真正合作过的人怎么说，那是旁证。剧组的幕后人员，对过戏的演员，拍过他的摄影，这些天天在片场跟他打交道，见过他没镜头时候什么样的人，他们的评价含金量是不一样的。这类证言你也可以自己去搜，去核对出处，别光听我说。第3条，也是最动人的一条，私下行为。就是那些没有镜头也在做的事，比如低调的不发通稿的公益，比如没被拍到，事后才被别人说出来的善意。注意啊，我这是在讲判断标准，不是在替谁认领具体事迹，具体有没有，是哪些，你得自己去找实锤。逻辑是这样的，一个行为如果是为了人设，它一定需要被看见，不然就没意义了。可真正能证明本色的，恰恰是那些他没打算让你看见，却还是做了的事。把这3条摞在一起看，长期一致，业内认可，私下如一，这就不是我觉得他真这种情绪判断了，这是一套你可以自己去核对的方法。说白了，与其吵他是不是装的，不如学会怎么去验证。我个人的观感是，诚意是那种越亮越站得住的类型，但这只是我的看法，尺子在你手里。好，最后一层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词儿叫祛魅的时代，就是大家不再无脑追星，不再把明星当神，开始用放大镜看每一个人。很多人觉得祛魅是坏事，是人心变冷了，但我今天想给他翻个案，其实想想，祛魅是观众集体成熟了，我们不再轻易被感动，也就意味着，谁要是能真正打动我们，那含金量是过去的10倍。而这里面藏着一个特别反直觉的结论，在一个人人都怀疑的时代，最抗打的，恰恰是那些经得起长期检验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怀疑是一种筛子，它筛掉的是那些只能装一时的人，而那些10年如一日，私下和台前一个样，连合作者都挑不出毛病的人，他们非但不怕祛魅，反而是祛魅时代最稳的那一批。因为大家越挑剔，越衬出他们的真。说到这儿我得停一下，说句心里话。做这个话题之前，我本来是想很客观中立的分析的，但越梳理我越发现，在这个人人喊着求真实，真来了又不敢信的年代，还愿意一直用温柔、真诚这种最不讨巧、最容易被质疑的方式做人，这件事本身就特别不容易。懂他的人自然会懂。粉丝这些年一直支持，如果不是盲目，那多半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早、更耐心地做过那份功课。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好，长话短说，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。为什么我们这代人一边渴望真实，一边又不敢相信真实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被辜负过太多次，所以我们把怀疑当成了铠甲。这没错，但铠甲不该穿一辈子。真正成熟的做法，不是什么都不信，也不是什么都信，而是学会用长期一致性、业内正言、
私下行为这3把尺子，自己去量。量完之后你会发现，总有那么几个人是量得越狠越干净的。至于诚意是不是其中之一，我把尺子递给你了，你自己量。量完，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我是，行，咱们下期见。